当年教育改革大力推动大学普及化，一口气让台湾的大专院校在短短数十年间暴增到超过150所。然而少子化风暴悄然而至，学生人数雪崩式下滑，许多昔日风光的校园如今却门可罗雀，甚至黯然走入历史。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10所已经消失的大专院校，他们曾经怀抱理想创校，最终却因现实压力而关闭停办。看看这些案例，你的母校是否名列其中？他们的结局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一、高凤数位内容学院首当其冲的退场先锋。曾几何时，位于屏东长治乡田野间的高凤数位内容学院校园洋溢着数位科技的梦想。2004年创校，原名高凤技术学院。这所技职院校主打当时新兴的数位内容产业，号称拥有8个系和3个科，在南台湾教育版图中别树一帜。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台湾学龄人口骤减，加上学校财务每况愈下，短短10年后，高凤竟成为少子化冲击下第一所退出历史舞台的大专院校。2014年2月13日，高凤于官网发布由代理校长与董事长联名的公告，宣告将向教育部申请正式停办，并自该年起全面停招。消息一出，震撼各界。这是台湾高等教育史上第一起因学生不足而自愿停办的案例，标志着大学退场时代的开始。实际上，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在停办前早已问题丛生，由于连年招生不足，学校入不敷出，甚至在2013年下半年传出积欠教职员薪资的丑闻。为了偿还债务，校方不得不拍卖部分教学设备，引发师生不安。不堪困境的教职员还曾北上教育部陈情，抗议学校财务管理不善，导致薪水拖欠。在各方压力下，高凤终于选择急流勇退，以停办收场。停办公告发布后，教育部紧急启动学生安置机制，将高凤现有的数百名学生依自愿平行转至邻近8所技职院校继续学业。2014年2月24日，高凤办理最后一次注册，确认每位在校生都顺利衔接到其他学校，然后正式熄灯。令人唏嘘的是，这座培育数位人才的校园在停摆2年后，以截然不同的身份重获新生。2016年，宗教团体一贯道接手了高凤的校地，在此创办崇华双语国民小学。曾经的大学殿堂摇身一变成为一所小学，俨然为台湾高教退场潮留下耐人寻味的历史注脚。2. 永达技术学院50年老校的谢幕。高凤退场的同一年，另一所在屏东的私立老学校也走到了尽头，那就是永达技术学院。永达的前身是创立于1967年的永达工专，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历史可谓桃李满天下。在1998年升格为技术学院后，永达曾有一段学生人数不错的时期，分别在屏东、林落乡和高雄仁武区设有校区。然而2014年时，少子化的冲击与学校财务困境，终于让这头教育老将不知倒地。2014年2月，永达提报教育部的改善计划未获通过，教育部随即裁定103学年度各科系全面停招。同年8月7日，教育部正式核准永达停办的申请。继高凤之后，永达成为台湾第2所因学生不足和经营不善而关闭的大专院校。虽然停办已成定局，永达技术学院的退场过程却一波三折。校方与教育部之间一度因校产处理问题产生争执，董事会迟迟不愿配合清算程序，以致在停办公告后拖了好几年都无法画下句点。教育部直到2019年才诉请法院解散，原董事会派入公益清算人接管校务。在漫长的交涉后，永达的校地与资产终于回归公有，位于高雄仁武的分校区由经济部接收，规划成立高雄仁武科技产业园区，为当地引入新的产业生机。屏东本部校区则由屏东县政府商议购置，用于地方发展之需。就这样，一代南部老牌学府华夏休止符，半世纪的办学岁月虽告终结，但永达人勤勉踏实的自强、诚朴、坚毅、勤奋、校训精神，想必依然留存在无数校友心中。3.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创意不足，黯然退场。
提到苗栗头份市的亚太创意技术学院，简称亚太学院，许多人大概有些陌生。然而，这所学校在台湾高教退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第一所因少子化而被教育部勒令停办的案例。亚太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1988年成立的亲民工业专校，后来历经多次转型升级，2004年改制为亲民技术学院，2010年更名为亚太创意技术学院，试图以创意之名招揽年轻学子。然而，身处偏僻的苗栗县，亚太学院始终难以吸引足够生源，学生人数逐年下滑，财务状况日益恶化。董事会在2018年决议停止招生，隔年6月正式向教育部提出停办申请。教育部于2019年6月20日发文命令该校自108学年度起停办。这也是教育部首度援引私立学校法，直接下令大专院校退场的案例。亚太创意技术学院的退场多少令人惋惜。它创校之初设立了机械、电机、电子、化工等工业科系，为地方培育技术人才。升格技术学院后，又增设设计与管理相关科系，希望顺应时代潮流。然而，地理位置处于苗栗乡间，加上周边竞争学校林立，亚太学院始终无法突围招生困境。到了100年代后期，新生报到人数甚至不到核定名额的一半，办学举步维艰。最终在少子化压力下，亚太不得不黯然谢幕。所幸它的校地并未荒废，根据规划，空出的校园由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接手，将辅导转型为高科技创新研发基地。未来这片校地上将引进科技研发能量，摇身变为产业创新的摇篮。尽管一所大专院校就此消失，但从另一角度看，也算是为地方创造了转型契机。也许正如校民所愿，激发出新的创意价值。4. 南荣科技大学假学历丑闻下的陨落。于台南盐水的南荣科技大学，南荣科大曾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学府，其历史可追溯至1966年创立的南荣工业专校，2001年改制为南荣技术学院，2013年升格并更名为南荣科技大学。半世纪以来，南荣为台南地区培养了无数工程和管理人才。然而，就是这样一所老牌技职学校，却在2018年爆出震惊社会的假学历丑闻，自掘坟墓般的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事情的起因是南荣科大时任校长黄聪亮及其妻子竟被查出涉嫌贩售假博士学位和伪造国外期刊论文，帮人包装生等，从中不法牟利达数千万元新台币。此等严重背离教育伦理的行径曝光后，黄校长夫妇于2018年遭检方起诉，隔年台南地方法院一审重判黄聪亮有期徒刑13年。这起丑闻重创南荣的声誉，导致招生雪上加霜。原本南荣的注册率常年低于60%，已经拉警报，加上校长卖假文凭的消息传开，学生人数更是大幅滑落。2018年底，教育部师校咨询会决议，南荣科大全面停招108学年度新生。董事会又因无力在2019年7月底前补足1亿元校务基金，最终教育部下令南荣自108学年第2学期起，即2020年2月正式停办。南荣科技大学的结局可谓悲剧收场，但至少善后尚称平顺。2020年停办后，校方积极演艺转型，董事会改组并决定将校地转作他用。最新的进展是，南荣原址已规划改设为玉秀双语小学，并在2025年开始招生。曾经的大学讲堂，未来将传出孩童的朗朗读书声。南荣科大从技职高等学府跌落谷底，校长镀金谋财的丑闻实在令人不齿。但愿借由转型基础教育，这片土地能重拾纯真的教育初心，也让南荣过往的错误不再重演。5. 道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千亩校园的孤独终站。在嘉义县太保市与朴子市交界，有一座占地35公顷的广阔校园，这就是昔日的道江科技暨管理学院。道江学院成立于2001年，校名取自嘉南平原的道浪与浊水溪之江，蕴含本土意象。一开始，道江以文理商管并重，设置多达12个学系及数个硕士班，甚至涵盖幼儿教育、动画游戏设计等多元领域。
一度是嘉义地方寄予厚望的新兴大专。然而天不从人愿，道江建校后赶上少子化的浪潮，招生状况每下愈况，宽广的校地与大楼在学生锐减后显得空荡荡，校方财务压力沉重，办学困境日益严峻。2020年，道江学院董事会终于撑不下去，向教育部提出停办及停招计划。教育部起初对道江的退场有所顾虑，甚至在该年7月一度驳回停办申请，希望学校能寻求转型出路。于是道江在没有招收新生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运作了1年，试图另辟蹊径。然而生源凋零和财务黑洞终究无法逆转。教育部在2021年6月的审议会中同意道江自当年7月31日起正式停办，巨大的校园从此沉寂下来。停办后的道江学院并未马上消失在法律上。2022年11月，教育部核准道江原法人转型为道江长照教育财团法人，试图投入长期照护领域服务社会。然而教学功能已经终止，道江昔日的师生们早已各奔前程。目前嘉义县政府正就道江广大校地的未来用途进行规划，希望加以活化，例如引进高龄照护机构或产业研发设施等。站在道江宽阔的林荫大道上，仿佛仍可感受到当年青春学子的足音。这所寄托着地方期待的大专院校，最终因学生不足而成了空城，一如嘉南平原上那逐渐干涸的稻田，令人感慨。6. 台湾观光学院，山海之间的参旅梦碎，在花莲寿丰乡青山绿水的怀抱中，曾矗立着一所独具特色的大专院校——台湾观光学院。这所学校前身为1989年创立的金钟商业专科学校，2006年改制并易名为台湾观光学院，定位为观光参旅专业学府，培养饭店管理、烹饪厨艺等方面的人才。由于强调实务技能，学校还经营附属的教学旅馆，学生能在真实环境中实习，看似前景光明的参旅教育基地，却最终没能逃过市场现实的无情考验。台湾观光学院位处花莲县偏远乡镇，地理位置相对不便，招生对象有限。2017年起，新生人数大幅减少，加上经营成本高昂，财务每况愈下，学校不得不陆续停招部分科系，并开始辅导在校学生转学，为可能的停办做准备。2021年9月1日，台湾观光学院正式停办，隔年10月底完成清算程序。结束前夕，全校累计只剩200多名学生，由教育部协助分发至其他院校，象征着东部观光参旅梦想的台湾观光学院就此走入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所学校3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也曾出现过学生与校方博弈的场景。早在1997年金钟商专时期，校方强制要求学生住宿且收费高昂，引发学生集体罢课抗议，最后迫使学校做出让步，改善宿舍条件。2001年，因董事会内部弊端引发学生反弹，教育部甚至一度派员进驻，接管并重组董事会。这些事件显示，台湾观光学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校园内也曾洋溢着学生争取权益的热血。可惜最终仍敌不过少子化洪流与财务压力，一代参旅学府还是难逃淘汰命运。目前花莲县政府和中央单位正演绎将空置的校地活化利用，例如作为国立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等用途，让这片山海美景中的土地继续服务地方。只是那些年在厨艺教室挥汗，在餐馆实习端盘子的年轻学子们，再也无法回到母校共忆青春岁月了。7. 南洋技术学院，半世纪老校的陨落，沿着宜兰头城小镇的街道，有一处校园曾经书声朗朗，那就是南洋技术学院。南洋学院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966年成立的复兴工专，后经多次更名改制，2001年升格为南洋技术学院。上世纪60、70年代，该校土木、化工、建筑等工科闻名东部，为产业输送了许多基层技术人才。尽管地处宜兰偏乡，南洋学院在相当长时间里仍为当地年轻人提供了升学机会，被誉为在地人家的大学梦。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南洋学院面临和多数私校一样的窘境，生源不足，经费紧缩，竞争力下滑。
尤其宜兰地区人口外流严重，本地高中毕业生选择赴外县市就读的比例高，使得这所偏居一隅的学校招生更加困难。2021年，南洋技术学院向教育部提出停止招生申请，并陆续关闭部分科系，次年再正式申请停办。教育部在2022年8月1日核准南洋停招并进入退场程序。南洋技术学院自此华夏据点，经历56载寒暑的老学校就这样静静退出了台湾高教舞台。南洋技术学院的告别并没有引起太多媒体关注，或许因为这是少子化大环境下看似平凡的一例，但对曾在此求学任教的人而言，情感却丝毫不平凡。想当年，南洋工专时期曾培养出各界精英，校友中不乏在产官学界表现出色者，学校也曾多方寻求转型自救，例如增设观光管理、资讯科技等科系，希望跟上时代脚步，可惜成效有限。停办后，南洋学院的校产将依法捐作公益用途。目前地方政府和国立宜兰大学等单位正探讨接手的可能性。头城小镇的居民偶尔经过校门口，难免惆怅，熟悉的校园变得静悄悄，年轻学子的身影不在，但老校见证的半世纪风华将长留在宜兰人的共同记忆中。8和春技术学院，南台岛屿的一缕春光不在。和春技术学院这名字听起来诗情画意，实则承载着南台湾技职教育的一段兴衰史。和春原本是高雄旗山的一处地名，学校1989年在笔成立时名为和春工专，后于2006年迁至高雄大寮区的新校园扩大经营。和春技术学院在全盛时期设有工程、管理等多个科系，学生人数一度逾1000人，也曾为地方产业培育不少人才。然而，当少子化的海啸袭来，这所民办技院也逐渐力不从心，终于卷入退场浪潮。2021年，教育部将和春列为专案辅导学校，限期1年改善，但随着学生持续减少，财务恶化，学校问题已非辅导可解。2022年10月的私校退场审议会上，教育部确认和春将于2023年5月10日正式停办。和春技术学院于是成为继南洋之后又一所走向终点的南部私校。停办消息传出，许多校友莫不感到遗憾，毕竟和春曾在旗山乡土深耕多年，搬迁至都会郊区后仍努力耕耘教育，只是时运不济。所幸高雄市政府主动承接了和春技术学院的校地，计划利用该场地推动公共利益用途。目前市府正在评估后续规划方向，包括是否改为社会福利设施或青年创业基地等等。换言之，和春原址未来将转型再出发，不致闲置荒废。在茂盛的南国青草间，和春校园的建筑见证着一段办学岁月的终结。一缕属于和春的春光虽已逝去，但我们期待新生命在此处萌芽，延续教育与服务社区的精神。9. 中州科技大学，从黑工丑闻到灰飞烟灭。彰化园林的中州科技大学曾是彰化地区唯一的私立科技大学，历史可溯至1969年创立的中州工专。学校在2011年升格为科技大学后，一度吸纳了近1000名学生。然而，中州科大的命运却在2022年急转直下，源于一桩震惊社会的外籍深黑工事件。该年2月，有媒体揭露，中州科大涉嫌强迫数十名来自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外籍学生到工厂从事超时劳动，以实习之名行剥削之实，借此替学校和中介公司谋取利益。消息曝光后，舆论哗然，教育部随即展开调查，并祭出铁腕措施。2022年2月16日，教育部勒令中州科大全面停止招生，失去招生资格的中州科大形同被宣判死刑。在丑闻打击和少子化双重夹击下，学校再也无法正常运转。尽管校方曾试图提出转型方案，寻求机会喘息，但政府和社会对其已不再信任。最终，中州科技大学于2023年7月31日正式停办，结束了在彰化超过半世纪的办学历程。校方清算后的全部产权由政府收回，内政部接手中州校园，计划将之改造为全民国防教育及警政单位的训练场地。换言之，未来这里可能不再传授数理化或电子商务，
而是成为替代役男和保安警察训练操练的营地。昔日的校园黑板将被号令嘹亮的训练场景所取代。东州科大的结局发人深省，一方面少子化使其在升格大学后招生成绩惨淡，另一方面学校为填补财务黑洞铤而走险，以学生福祉做赌注，最终酿成悲剧。黑工丑闻不仅害了被剥削的外籍学生，也令这所老校自取灭亡。园林当地居民看到曾经熟悉的校园如今大门深锁，心中难免五味杂陈。然而社会公平与教育良知的价值高于一切，中州的倒下或许正是对教育界的一记警钟办学，唯有正道而行，珍惜学生，方能走得长远。10. 台湾首府大学，数生数死的新兴大学，相较于上述多所老字号学校的退场，台湾首府大学的消失更让人感叹，繁华转瞬即逝。这所位于台南麻豆区的私立大学，创立于2000年，原名致远管理学院，2010年才正式更名为台湾首府大学，可谓年轻有朝气。学校下设教育与设计、休闲产业、旅馆管理3个学院，并斥资打造2间5星级教学旅馆，供学生实习，一度被视为结合理论与实务的创新典范。在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年代，台首大也曾风光一时。招生高峰时，全校学生数接近3000人，校园一派欣欣向荣。然而，台首大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少子化冲击，加上竞争激烈，学校招生逐年下滑。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于2020年爆发后，重创观光旅游业。台首大所仰赖的2座教学旅馆生意惨淡，学校财务更是捉襟见肘。2022年5月，台首大校方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单方面宣布因疫情导致资金短缺，不得不申请停办，并预计资遣数十位教职员工。消息一出，全校师生一片惶然，不少学生担心学校说没就没，未来该何去何从，甚至有学生会号召在校内游行抗议校方草率停办的决定。然而情势已难逆转，由于董事会无法在限期内提出足够的财务挹注方案，教育部于2022年7月14日正式函文同意台首大自该年起全面停招，并要求校方在7月31日前召开说明会，协助在校生和录取新生转学。经过安置辅导，台首大的学生大多顺利衔接到其他大学继续学业。2023年7月31日，台湾首府大学正式走入历史，校门口的校牌也在不久后拆除撤下。令人一丝宽慰的是，这处占地约10公顷的崭新校区没有被荒烟蔓草吞没，台南市政府火速接手，将其规划为曾文市政园区，预计设置市民运动中心、亲子游乐场、社福设施、艺文典藏馆和行政办公厅设等5大功能。曾经青春洋溢的校园将转型为服务全民的公共空间。忆往昔，台湾首府大学从创校到停办仅短短20余年，宛如昙花一现。它的故事说明了，在高教市场中，光有创新理念和硬体投资还不够，永续经营才是关键。树生的学校若缺乏稳健体质，终将如束朽的花朵，留下短暂绚烂后的唏嘘。以上10所消失的大专院校，每一所背后都有一段兴办与退场的辛酸故事。从南部屏东的高凤、永达，到中部彰化的中州、明道，再到东部花莲的观光学院、花莲的新城、大汉技术学院预定停办等等，少子化的阴影无所不在。学校停办，师生离散，校园或转型或荒废，这已成为近年台湾高教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根据统计，2014年至今，已有近20所私立大专院校走向退场。教育部预估，未来若出生率持续低迷，目前的160多所大专院校恐将缩减至100所左右。在这波巨变中，不仅私校首当其冲，部分公立院校也可能面临合并与转型压力。从这10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学校消失的原因虽各有不同，有的是单纯招不到学生经营不下去，有的是管理不善爆出财务或招生丑闻，有的则是积极求新求变，却仍抵不过大环境趋势，但结果却惊人的相似。学校停办退场，师生被迫各奔东西。我们不禁要问，
当年耗费许多资源广设的大学，如今陆续关门，这对社会而言究竟是资源重分配的契机，还是教育投资的巨大浪费？或许答案是两者兼有吧。一方面，退场机制能让办学不善的学校退出，避免持续耗费公共资源；另一方面，每所学校的关闭也代表一段教育理想的破灭和无数人青春记忆的终结。展望未来，台湾高等教育势必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一连串退场事件已经唤起当局与社会大众对少子化冲击的警觉。政府近年也积极推动大专校院整并转型发展特色，鼓励外国留学生等对策，试图减缓生源不足的压力。同时，也有学校选择转型为技职培训中心、社区大学或其他形态，以求生存。可以预见的是，高教界的寒冬尚未结束，未来恐怕还会有更多院校面临退场抉择。但不论如何改变，教育的本质不该迷失，为下一代提供优质学习机会，为社会培育健全有用的人才。这场大洗牌中，我们期待留下来的学校都能精益求精，办出特色与品质，而那些消失的名字也将长存于校友与社会的记忆中，成为台湾教育发展历程的一部分。你的母校还在吗？如果在，请珍惜那份荣耀与牵绊；如果不在了，也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段历史，并祝福所有曾经的师长同学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教义不灭，希望犹在。